级总召、柯建铭总召、黄国昌总召，把赖清德总统所提名的7名大法官人选全数封杀。柯建铭的道德勇气，能够敢对抗赖清德，我想今天朝野同心。民进党内部分裂的状况是彻底台面化，赖清德你再不来，不止省预算，我们接着会把这一些你们所反对的法案全部给撸过去。好，那你就看你接下来民进党要怎么玩吧。赖清德总统，你提名的7位大法官，想要钳制中华民国国会，今天已经全数遭到国会的封杀。干得好，叫立法权对司法权对执政权的一次重大打脸，跟鸟错乱到极致。蓝白联手封杀7位大法官提名人，已经秀底牌了。接下来换行政权出招啦！行政权怎么会赢？我只能想到他们要逼赖清德戒严，这样中共才有借口出兵。相信威廉，行政院不附属奈我何，总统没违宪啊。开始自我安慰，宣布国民党、民众党为通匪组织，依法解散，看蓝白怎么接招。陈宁官直接崩溃。办完5个复婚期，台湾国会就会不一样了，经济犯罪下架国会。哇，超级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国民党全反对，民众党除支持刘静以外，剩下都反对。民进党反对刘静，其他都支持，这省啊票型。最严重的是绿党团竟然直接打脸赖赏人选，结果出来后，总统发声明口头尊重，但一再强调人选都是赖赏亲自遴选，可见气真的吞不下去。而绿党团自主的说法更行打脸赖赏权威，加上周五3法3审投票时，民进党跑票严重，基本可以确定。内部分裂的状况是彻底台面化，而且影响政治攻防的严重结果。换言之啊，就是说你的政治攻防的结果还直接冲击到赖赏一直用外部对抗压制内部不满的做法呢，也走到了终点哦。立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投票日，7位被提名人被全数封杀，因为民进党团针对现任台大国发所所长刘静怡投下不同意票。刘静怡不同意。他直接说啊，刘静怡还是刘静怡，也会继续做刘静怡。谢谢各方招来的关切讯息，大家就别担心了。要留话就留在这版面上吧，一一回复有点累。居然有学妹建议我写回忆录了，要从老科写起吗？这人也是狠人呐啊！所以最后的结果，这件事啊，好玩的就来了。最开心的就是傅昆萁啊，傅昆萁你来看哦，完全藏不住笑意。当21世纪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它的国会都有很完整、很健全的听证权、调查权。国会就是对行政权的监督，而且呢，更是一个国家的防腐机制，最重要就来自于国会的监督。所以代表什么？副总召还在委送你的释宪案呐，接下来就要处理释宪案的问题了啊。在副级总召、柯建铭总召、黄国昌总召，朝野一致同心协力之下，把赖清德总统所提名的7名大法官人选全数封杀。也再一次对柯建铭柯总召的道德勇气能够敢于对抗赖清德，能够本于以民为本不适当的人就应该要封杀。我想今天我们朝野同心赖清德总统，你提名的7位大法官，想要钳制中华民国国会，今天已经全数遭到国会的封杀啊，这叫立法权对司法权，事实上对执政权的一次重大打脸。赖清德总统，从头爽到尾。你连陈水扁前总统你都学不来的话，用陈水扁恶心赖清德是个什么样的概念？真的，今天的不信任案已经清楚地告诉赖清德总统，你已经现在成为一个跛鸭的总统，就成为跛鸭的总统，直接办咖了。而且呢，是受到全民不信任，在国会正式封杀你7位大法官，全数遭到封杀。希望重新提名的时候，以民为本，尊重国会。我们再次的希望赖总统，请你把你的手伸出国会，也请赖清德总统，你要在提名大法官的时候，要重新提的时候，起码你也要学陈水扁前总统。拿陈水扁，这杀人还要诛心吗？拿陈水扁来恶心人，杀人还要诛心。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把这么多国家重大的，不管是政治法案、民生法案，还有非常多我们的乡亲殷期盼嗷嗷待哺的，包括巴氏量表，包括老人福利法，我们照顾全国的老人家不可以因为不同县市而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待遇的方式。好，我们要一视同仁，一个国家不能有2种制度。还有非常多的，包括吹哨者，所有的库藏的法案，尤其是民进党反对，刚才数过来的每一个民进党都有意见。那傅昆萁什么意思？只要蓝白协商过后，在野党呢共同支持的，
全部要给他撵过去。所以呢，接下来更可怕的才刚要开始。他前面的宣誓讲白了是给赖清德一个打耳光嘛，打完耳光之后呢，要他开国事会议，他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不来，我们后面大家的重大法案，就是蓝白要联手通过的法案呢，我们全部都会把你撸过去。你去看他的脸书，从礼拜六凌晨1点09分发文之后，一直到今天的下午2点24，跑去参加这个活动，找谁取暖？侯友宜，赖神啊！我的天啊，怎么会跑去找侯友宜取暖呢？真的很惨呢，100%强颜欢笑。好，我跟你讲，更精彩的来了。青鸟们发生什么事情呢？知名绿营媒体人，他的tweet啊，混乱到爆炸。蓝白联手封杀7位大法官提名人，已经秀底牌啦。接下来换行政权出招啦！行政权 ，Go Go， 行政权 Go Go， 我们会赢 Go Go。白营是支持第7位的啊。明明白的是一个同意，是绿自己封杀的。刚刚踢完柯总召，提到释宪暂时处分，但提释宪要总统公告，就是行政院要先附属。请问连委大哥有何看法啊？要不要解释了一大堆，对不对？党不要不听话的大法官，原来民进党恶意操纵，整个翻车哦。然后呢，国民党团得偿所愿，民进党团得偿所愿，民众党团得偿所愿，赖清德被打到肿到连绿营的支持者都认不出来啦。白的明明有挺反废死法官，反废死很重要 ，you know。台湾现在明明没死刑 ，you know， 还在恼羞成怒啊！明明是蓝绿白联手封杀7位，另外民进党自己也参与了封杀行动哦，神不神奇？大翻车啊！各位，民进党赞成6，国民党赞成0，民进党赞成1，还故意选民进党反对的啊！故意是不是？哦，那为什么民进党要反对自己的提名人呢？有坚守立场、敢于正面自己的理念，被同意成为大法官的话，不是对执政党提高民意更好的风向吗？退一步讲，民进党为何要封杀自己执政党提名的人选呢？如果这样，为什么不一开始直接提名其他人呢？而要提了明明会被自己封杀的提名人呢？为什么民进党不支持自己的提名人选啊？我只能想到他们要逼赖清德戒严，这样中共才有借口出兵啊！哇，超级神！他们也知道戒严中共会出兵啊，那还敢戒严吗？青鸟今天已经错乱到极致了。相信威廉，既然蓝白要乱，该怎样就怎样。行政院不附属奈我何？总统没违宪啊，开始自我安慰有没有？然后呢，刘静怡是绿共打封杀，你在攻他小，宣布国民党、民众党为通匪组织，依法解散，看蓝白怎么接招。真的好崩溃哦，各种戒严文都出现了耶！哇，不可思议！你看哦，陈宁官直接崩溃。婚期罢免完5个复婚期，台湾国会就会不一样，把经济犯罪下架国会。